位朋友，大家好。首先呢，想先跟大家欣赏一幅油画作品。这幅呢是由左国顺先生创作的13将士归玉门，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故事。大家一定知道斯巴达300勇士，也一定知道拯救大兵瑞恩，对其中所展现的勇敢、大无畏的精神，以及对本民族的忠诚，还有那种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一定是颇有感怀。而这幅油画作品背后的发生在东汉时期的疏勒城保卫战，则是将上述两种精神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而且精彩程度、悲壮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天我们要讲的不仅仅是一个有关勇敢、无畏、牺牲、坚忍的战争故事，而更是想通过这个故事做进一步深层的探讨。我们想了解一下当时的汉匈两个民族的民族特点，同时呢，也要探寻一下当时的汉朝人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的重义轻生死，他们的心灵追求是什么？那时候的汉族人和我们现在的汉族人有什么不同？在这2000多年的文化传承过程中，我们到底又迷失了什么？经过了光武帝刘秀几十年的韬光养晦，到了汉明帝刘庄接任以后，这时候东汉的国力已经得到了日益的加强，其实是足以发动一场对匈奴的战争了。但汉明帝觉得时机还没到，因为他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就是治理黄河。公元69年，汉明帝任命王景全权负责治河事宜，开始了庞大的历时4年的治河工程。到了公元72年，黄河治理基本成功。这项工程使得黄河将近1000年没有发生水患。从那以后，黄河下一次发生决口，那是已经到了唐朝时期，而下一次改道则更是到了北宋时期。就凭这一项功绩，我觉得汉明帝刘庄就是一个严重被低估了的一代明君，因为他把民生放在了第一位，而不是一味的开疆拓土，去做那些更容易彪炳史册的事情。这项工程历时4年，耗资100亿，最终是造福千年，但在史书上仅仅是寥寥几笔。后世的人又有几个记得王景，又有几个知道汉明帝曾经做过这样一个费力不讨好的事情？顺便说一下，王景呢是出生在乐浪郡，乐浪郡呢就是现在的朝鲜平壤地区。但是呢，我们不能说王景是朝鲜人，因为那个时候乐浪是属于汉初在朝鲜半岛设立的4郡之一。就像李白出生于碎叶，但不能说他是外国人一样，王景也是一个妥妥的汉朝人。公元72年，黄河治水工程完工。到了公元73年的早春，汉明帝刘庄就开始着手解决西域问题。他先是派窦固拿下了哈密盆地，拿下哈密盆地以后，窦固又派班超出使西域各国，这就是有名的班超出使西域。在随后的1年多时间里，汉匈两国还算是相安无事。虽然说东汉帝国的势力已经浸透到了西域的南线诸国，但毕竟西域的北线还是控制在匈奴人的手里，双方还没有到一个图穷匕见的程度。到了公元74年的11月，这种形势就发生了变化。这时候，奉车都尉窦固以及耿炳就率军攻入了西域的重要地区吐鲁番盆地。这也就算攻入了西域北线，而这个地区才是匈奴的核心利益。当时统治吐鲁番盆地的是居师国。居师国呢，以天山为界，分为居师前国和居师后国。居师后国由居师王率兵驻守，而居师前国则是由他的王子负责守卫。在东汉帝国的强大武力之下，居师国很快归顺。公元74年，东汉帝国重开西域都护。西域都护最早是开立于公元前60年，那还是汉宣帝时期。后来到了新莽时期，王莽的一番神操作，最终是促使西域都护撤销，中原的势力彻底退出了西域地区。这次重开西域都护府已经是间隔了64年以后了。当时汉明帝任命陈穆担任西域都护府的都护，同时设立戊己校尉。
戊己校尉呢是2个人，一个是戊校尉，一个是己校尉。在汉朝的时期，校尉是仅次于将军的一个官职，是真正掌兵的人。己校尉关宠统帅着几百汉军，驻守在位于居师前国的柳中城。而我们今天要讲的男主人公耿恭，则率军驻守在居师后国的金浦城。这里特别要说明一点，耿恭驻守的金浦城位于天山北麓，与关宠驻守的柳中城相比，它更加远离汉土，而且隔着一个高高的天山。西域地区不适合长期驻扎大量的军队，所以到了公元75年的3月，窦固率领着大军就回到了汉土，留在西域的只有西域都护陈穆率领着2000名士兵，以及柳中城和金浦城的各几百名汉军。汉朝的大军刚一走，1个月以后，匈奴的大队人马就杀回来了。这次率军的是匈奴的右谷黎王，率领的是2万大军。他们首先攻击的就是居师后国。受到攻击的居师王马上向耿恭发出了求援信号。这时候匈奴有2万多人，而耿恭手下只有几百人。但几个月前，居师王决定归顺汉朝，就是希望找一个依靠，能够得到一定的保护。如果这时候汉朝对他弃之不顾、见死不救的话，无疑是背信弃义。这种事情汉朝人是做不出来的。所以耿恭就拨出了他近1半的兵力，300人去驰援居师国，不背弃自己的盟友，这也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不抛弃、不放弃。300人的汉朝铁骑就这样冲入了2万多人的匈奴大军之中，就好像是一滴油滴入了滚烫的水中。虽然只是一滴，但那是一滴油，依然可以引起一片炸裂之声。但毕竟只有300人，毕竟是与匈奴在运动中作战，而运动战是匈奴人最擅长的。很快300人全军覆没。城中的居师王也许被汉军的勇敢和决绝所感动，所以这次他没有选择投降，他选择了战斗到底。不久，城池陷落，居师王战死沙场。转过头，匈奴人就将目标对准了耿恭驻守的金浦城。很快，匈奴大军包围了金浦城，属于耿恭的战斗开始了。耿恭是云台28将排名第4位的大将军耿弇的侄子。说起这耿弇呀，很多人都会说耿弇屠城，而耿弇呢又是刘秀手下的将军，那自然也就变成了刘秀的军队屠城。这一点呢，我相信是有一些误解。关键的呢，就在于这个“屠”字在当时是什么意思？“屠”这个字在唐初以前，意思是有攻克的意思。比如说，在《续汉书》中有一段关于刘秀的记载，说刘秀发迹于昆阳，以数千屠百万。这里的屠指的就是战胜的意思，绝对不会是说刘秀杀死了王莽几百万的军队。史书上关于耿弇的记载说他克46郡，屠300城，这里的屠也是攻克的意思。大家想啊，当时西汉末年总共呢有差不多80个郡，700多座城。如果耿弇一个人就杀光了300城的人的话，那恐怕西汉末期的1半人口都被耿弇所杀。如果再加上灾害呀或其他城中死亡的人数，那西汉末期的人恐怕就都死光了。而且呢，史书也记载，当刘秀处于最困难的时期，甚至吃不上饭的时候，老百姓知道当时率军的将领是耿弇，竟拿出自己的粮食给刘秀的军队吃。如果耿弇有屠城的恶名的话，那老百姓恐怕是避之唯恐不及，怎么还会去帮助他呢？所以啊，这个屠字呢，不能简单的就理解为屠城。在唐代以前，它有战胜攻克的意思，到了宋朝以后，才基本的固定为屠尽城中所有人的意思，也就是说杀死了大量的非军事人员。也许有的朋友会问，那曹操屠徐州是不是也不是我以前所说的屠尽所有人的意思呢？这一点呀，其实史书上记载的非常清楚。《三国志》说，初平4年，曹操击迁，皆屠之，凡杀男女数10万人，鸡犬无余。
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堡，无复行迹。所以说屠字到底指的是屠尽所有人，还是战胜攻克的意思？我们还要联系上下文做出判断，不能简单的依据一个屠字就加以定性。屠字在唐初以前是有多重意思的。面对着汹涌杀至城下的几万匈奴人，手中只有几百守军的耿恭并不慌乱。他首先向匈奴人展开了一番心理战。他站在城头，对着匈奴人喊道：“汉家见神，所中疮者必有益。”或许是匈奴人的汉语不太好，也许是他们的翻译不到位，所以他们理解成了中箭以后会有益于他们的身体健康，就像泰国的马杀鸡一样，所以他们仍然奋勇地扑到了城前。很快他们就知道此有益，非彼有益。史书记载，虏中士者，视疮皆废，就是说中了箭的匈奴人一看自己的伤口居然是在沸腾，就像是刚烧开了锅一样。人们总是说血总是热的，而此时的匈奴人却认为血总是烫。汉朝人到底使用了什么样的箭？这应该是在箭头上涂了某一种毒药，但具体是哪一种毒药，怎么会有这样邪门的效果？这个呢，史书上就没有记载。总之是中了这种箭以后，伤口不能愈合，仍然是血流如注，而且是疼痛异常。在汉朝时期，往箭上涂一些毒药，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很多人都这么做，所以才会有了关云长刮骨疗毒。但其实毒药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如果大规模的炼制的话，那更是难上加难。所以有时候没有毒药的时候呢，就在箭头上涂一些人类或者是动物的粪便，意思呢就是说我射不死你，我熏死你。其实呢就是为了让伤口感染。汉朝时期的弩箭非常的厉害，特别是在守城的时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匈奴人的这一次进攻就让弩箭打退了。入夜以后，匈奴的军营中哀嚎一片。到了夜间，突然是狂风暴雨大作。耿恭将军意识到了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于是竟然率领着城中的几百士兵冲出了城门，杀入了匈奴大营。汉朝的人实在是太好客了，那时候对远道而来的匈奴人就实行了买一送一的优惠政策。刚刚让他们尝到了汉弩的威力，这次又要让他们尝尝汉刀环手刀的厉害。汉刀又叫环手刀，非常的坚韧结实，不易折断。它是由优质的高碳钢制成，而同时期罗马帝国使用的刀不过是用中碳钢制成的。汉刀后来演化成了唐刀，也对日后的日本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弩、铁甲以及环手刀是汉朝士兵的三大利器，相较于匈奴的武器装备而言，那时候是有代差的。这也就是当汉军与敌军对垒的时候所表现出的那种强大的自信的原因之一。匈奴人这次更加的是死伤惨重，纷纷喊着汉军神勇，真可畏也。匈奴人一般都是很迷信的，他们先被那些诡异的箭射中以后，伤口不愈合，疼痛难忍，而后呢，又在这狂风暴雨之中看到了汉兵如神兵天降。有人说这狂风暴雨有什么稀奇的？那得看是在哪儿。金浦城是位于现在的新疆奇台县附近，这个地区在明朝末年的时候也被写入了一部著名的小说，它有一个更加响亮的名字，叫火焰山。那个地区在历史上是很干旱的，降雨量很少，竟然在这时候出现了狂风暴雨，其稀罕程度大致相当于在蒙古国居然刮起了台风。匈奴人在给汉军点了一个赞以后就撤军了，但耿恭相信他们一定还会来的，这将是一场持久战，而金浦城不适于久守，所以耿恭就带领着部队撤到了附近的一个更小的城，叫疏勒城。疏勒城背靠天山，地形险绝，而且城池很小，城池小就意味着与敌人的接触面积小，这样呢就更加适合小部队的防守。果然1个月以后，匈奴人又来了，这次率军的是匈奴单于。
以前的那位右谷离王估计是得了 PTSD 了，这次没有来。匈奴单于毕竟是久经沙场，在几次攻击无效以后，他意识到了不能强攻，他注意到了流入城中的那条河，知道这条河才是汉军的生命线。于是呢，他派匈奴兵在上游堵住了河口，使这条流断流，这样城中再无水源注入。此时正值盛夏，没有了水，士兵的战斗力和战斗斗志锐减。这时候耿恭呢就命令人挖井，可挖了15丈深，还没有见到一滴水。这时候汉军已经极度饥渴，有些人呢是从马粪中挤榨出汁来解渴。狄公也很着急，如果再不出水的话，他的士兵可能都要被渴死。就在这极危急时刻，耿恭将军来到井边，说：“闻西2师将军拔佩刀刺山，飞拳涌出，今汉得盛名，岂有穷哉？”这里说的2师将军就是汉武帝时候的李广利。据说他在行军途中没有水，他拔出了佩刀一刺，山泉就涌了出来。当然了，这只是一个传说。耿恭说完这句话以后，是整理衣冠，下拜求水，这就是历史上的耿恭拜井，这也是中国象棋的一个棋局的名字。拜完以后，耿恭是亲自下井，继续往下挖。少卿果然是飞拳迸出，众将士军心大振，大呼万岁。大喜之下，耿恭的头脑依然非常清醒，他一面命令士兵以水和泥加固城防，一面呢又将水泼到了城外，让匈奴人看看，你们断了我的水，但断不了我们汉朝人的神通。匈奴人彻底绝望了，汉朝的人是如有神助啊，跟这样的神作战，除非我们是发神经了。匈奴人认为自己是正常的，所以他们选择了再次退军。耿恭率领的几百汉军在这4个月间，已经分别在2个城2次迫使匈奴退军。在这期间，体现了汉军强大的战斗力和战斗意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再强的弩也有强弩之末的时候。这个时刻就出现在几个月以后，也就是公元75年的秋天。在这之前的1个月，汉明帝刘庄驾崩了。趁着汉朝国丧之日，西域的一些国家蠢蠢欲动，有些国家干脆就起兵反叛。其中的燕齐国包围了西域都护府，西域都护府的驻军全军覆灭，都护陈穆将军殉国。与疏勒城一山之隔的由关宠将军驻守的柳中城也被匈奴和西域联军团团围住。这时候的疏勒城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孤城。匈奴大军又来了，这次他们是团团围住了疏勒城，就是想将城中的人活活的饿死。疏勒城的将士早就被切断了后勤的供应，能吃的食物也已经吃完了。在这之前，他们得到了很多来自于居师王后的资助。居师王后是一位汉族人，她应该是在历史上没有被记载下来的和亲的汉朝女子之一。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位战死的居师王就是她的丈夫，她的丈夫死于匈奴人之手，而汉朝又是她的故乡，所以她这时候义无反顾地站在了汉朝人的这一边，为驻守的汉军提供了很多的粮草和匈奴军队的情报。但此时匈奴人已经将疏勒城团团围住，而且居师国此时也已经投降匈奴，所以来自于居师王后的这条供给线也被切断了。这时候的城中已经没有了任何可以食用的东西，将士们最后是将盔甲中的皮革和剑弩上的牛筋拆下来煮熟了聊以充饥。但即使是这样，大汉的军旗仍然在疏勒城头高高的飘扬。在匈奴人不进攻的时候，这仿佛就是一座死城，而当匈奴人一旦开始进攻，你马上就会看到在城楼之上瞬间站起来的那一个个看起来形销骨立，看起来虚弱不堪，但却像钢筋一样坚韧挺拔的汉朝将士。他们先是几百，后来到了只有几十，但他们就像背靠的天山一样岿然不动，坚定地挡在了匈奴人的面前。城下的匈奴单于怎么也想不明白，城上的这些汉人们到底在图什么。
他们已经陷入了绝境，弹尽粮绝。他们为什么还不投降，还要这样殊死的抵抗？这也难怪匈奴单于不明白，因为他不是生活在那个土地上，他不是汉朝人。在匈奴人的眼里，利则进，不利则退，不修顿走，见敌则逐利，如鸟之疾，其困败则瓦解云散。这句话是司马迁说的。打仗不就图个利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打输了就投降，投降以后还可以再叛乱，叛乱以后还可以再投降。所以他们无法理解什么叫做气节，什么叫做国体，什么叫做永垂不朽，什么叫做流芳百世。如果匈奴单于现在可以去问一下城中的汉人，随便每一个人都可以告诉他们在为什么而战。抛开国家民族这些堂而皇之的原因之外，他们作战是为了不想让他们的祖先蒙羞，他们作战是为了不想让他们的后代齿冷。他们从来不是为了自己而活，也不会为了自己而战。中国古老的祭祀祖先和祭祀英烈的传统，将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他们也知道，即使他们今天战死了，大汉的军中也会永远飘扬着他们的传说，他们的家族会以出了他这样的烈士而感到荣耀，他的家人会得到帝国的褒奖和抚恤，他的子孙后代会世世代代传讲他的英名。所以他们是为了祖宗而战，为了子孙而战，为了家族而战，为了自己的乡里而战，进而自然演化成了为国家、为民族而战。这种横向与纵向的联合，这才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在后世子孙的心口相传之下，它将永垂不朽。在汉朝人的眼里，死和我们现在的概念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地狱之说，他们也不用担心死后会下地狱经受各样的折磨。在汉代人看来呢，这个世界呢由高到低是总共分为4层，最高的一层就是天上，那是天神和上帝所居住的地方。出版于汉代的《说文解字》提到神是这样说的，说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就是说神是创造者。先通谦，老而不死谓之先，先者谦也，迁入山也。所以神跟仙是不一样的，仙是住在山里。第3层呢，就是人类居住的人间世界，再往下一层就是地下的幽冥世界，那里住着鬼，而鬼也并不是那么可怕的，鬼者归也。所以在汉朝的人看来，死去以后不过就是回到自己最原始的地方。那时候的古人通过观察蛇蜕以及蝉蜕，发现脱离了过去的躯壳，反而会获得新生。在活着的时候，如果能够长生不老，得道成仙，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但毕竟这个难度非常大，所以秦汉时期的人又创造性的发现了另外一种成仙的方法，就是死后通过在墓中的炼形，最后尸解成仙。所以他们认为人死了以后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了，不过就是回到墓中，在那里太阴炼形，最后还是有机会能够登上仙境。而生前的那些忠臣义士烈士，他们更有机会得到荣升仙界的资格。所以汉朝的人多主张厚葬，他们将自己的墓道修得非常的讲究，因为这是他们的炼形之所。现在被开采的一些汉墓中，发现尸体的口中含着一个玉蝉，这也是代表着汉朝人对自己登仙的向往。所以简单的来说，对当时的汉人来说，他们是有2个生命，一个生命是在人间，一个生命是在阴间。死亡对他们来说不过是连接这2个世界的桥梁。所以这时候死亡就变得并不是最可怕的，而更可怕的呢，是你生前所做的那些事情，特别是一些价值观上的事情。这些事情如果没有做好的话，那一定会影响你死后的状态。这也就是战国以及秦汉时期很多人重义轻生死的原因之一。大家都听过三桃杀二世的故事，那这个二世是怎么死的呢？其实很明显是被撑死的，因为桃太多了。
其实我们想讲的是二桃杀三士的故事。现在我们讲这个故事，多数是夸晏子很聪明、很智慧，不费一刀一兵就杀死了那3位对朝廷有威胁的将军。但在汉朝人看来，真正英武的是那3位自杀的将军。从汉朝的实木的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晏子是处在一个非常偏的一个卑琐的位置上，形象猥琐，而那3位自杀的将军则处在画面的中央，他们气宇轩昂，有一副英雄气概。这就是汉代人的审美，他们的价值取向。在他们看来，晏子不过是一个猥琐的小人，那3位自杀殉节的将军才是真正的英雄。所有这些汉族人心中所想的一切，自然不是城外的匈奴单于能够想到的。在匈奴人的眼里，一切都是逐利的；而在中原人看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当时中原王朝对游牧部落的精神世界最为诟病的，主要就是2点：一个是说他们重利忘义，另一个是说他们贵壮贱老。匈奴人是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贱，贱老弱。当然了，匈奴人这样的文化与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的恶劣也很有关系。因为匈奴人一生都在战斗，与天斗，与人斗，所以他们要先把那些有限的资源给那些壮硕的年轻人，让他们有能力去征战，去保护部落。那些老人，那些弱势的人，自然也就会被处在随时被忽略的地位。我们不能苛责这种文化，但是我们也要必须看到，这种文化是一种落后的文化。当人类进入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坚信，一个真正现代文明的社会，并不是看它如何为那些成功者、那些富人锦上添花，而是为那些不幸的人、那些弱势群体如何的雪中送炭。一个社会的现代与文明，不是看它的华灯齐放、歌舞升平，而是看在这个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能否活得有尊严。草原文明说白了，其实就是一种丛林法则。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落后的文明。但是很可惜啊，进入到了现代社会，还是有人在鼓吹狼性文化，鼓吹狼图腾。在我看来啊，这些不过就是对丛林法则的致敬，是把强悍与蛮勇当做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推力，但却忘记了真正意义上的文明进步是应该符合人道的原则的。善与恶，真与假，残忍与仁爱是有界限的，不会因为成功了就可以将这些界限全部打破。匈奴单于仍然不死心，他让人告诉耿恭说，如果你投降的话，我将封你为白乌王，并将美女嫁给你，色厉双收，你还能不降吗？耿恭假意让使者入城，然后在城楼之上亲手杀了这个使者，并将他当众焚烧。1000年以后，民族英雄岳飞写下的《满江红》中有这样2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可饮匈奴血，有可能就是出自于耿恭守疏勒城这件事情。有人说呢，这句话是有另外一个出处，是当时新莽的将领有一个叫韩威的。当时王莽跟匈奴交恶，准备征讨匈奴的时候，这位韩威将军就站出来说了这番话，说给我5000兵，不要粮草，我渴了就喝匈奴人的血，饿了就吃他们的肉。等于说他这一路吃喝，匈奴人都包了。不过呢，韩威只是说说，并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岳元帅也是懂历史的，不可能不知道这句话的背景，所以我更相信岳元帅的这2句词是致敬耿恭。至于是不是真的吃了匈奴人的肉，喝了他们的血，这不过是文学作品上的一点夸张而已，大家不必特别在意。匈奴人看到使者被杀，继续疯狂的攻城，但疏勒城仍然是岿然不动。那么此时此刻，远在千里之外的大汉皇庭内部又在做什么呢？这时候汉章帝已经继位，他们也已经知道了西域边城被围的消息，因为镇守柳中城的关宠已经派人发回了消息。但救还是不救，朝中那时候有2派意见。一派认为呢，现在时间已经过了半年，估计救也意义不大了，而且必然会耗费巨大，没必要做这样意义不大的事情。
但另一派的代表，当时的司徒鲍玉说了这样一番话，至今读起来仍然让人觉得是荡气回肠。今使人于危难之地，急而弃之，外则纵芒夷之暴，内则伤死难之臣。此计若不救之，匈奴如复犯塞为寇，陛下将何以使将？这就是中国古代版的不抛弃不放弃。刚继位的只有18岁的汉章帝也是血气方刚，当时他就同意了鲍玉的建议，派兵救援。公元76年元月，汉朝大军大败匈奴部队，杀到了关宠所在的柳中城。不过此时关宠以及他的部队已经全部殉国。刚才我们说过，柳中城是在天山的南麓，更靠近汉朝的边境，而耿恭驻守的金浦城则是在天山的北麓，人数更多、更靠近汉朝边境的柳中城都已经被全军覆没。所以当时主要的汉军将领就认为柳中城已经全军覆没。那么更远、更偏僻、被围攻时间更长、部队人数更少的耿恭部队，应该也肯定已经全军覆没。这时候已经是时值冬季，如果要想去营救耿恭部队，必然要绕过天山，这要走很长的路。到那时候，耿恭部队更加的是凶多吉少。所以最后汉军将领们做出决定，就撤军吧，再去救耿恭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但这时候有一个人站了出来，说哪怕有一丝的希望，他也要去营救耿恭和他的部队。这个人叫范羌。范羌本来就是耿恭的部属，是在差不多1年前，耿恭派范羌去汉朝境内去调取一些过冬的棉衣。他坚持认为耿恭还活着，他的长官还活着，他的兄弟们也还活着，即使他们都死了，他也要把他们的尸骨带回汉朝。最后汉军主帅答应给汉羌2000人马，让他独自率兵去搭救耿恭。范羌没有选择去绕过天山，而是选择了在冬季翻越天山。那是一段非常凶险的路，很多地方的雪有几丈之深。史书上没有记载他们是如何翻越天山的，也没有说在这过程中又有多少汉军将士死在了路上。但最终他们来到了疏勒城下。当疏勒城的汉兵听到外面的喧闹之声的时候，以为匈奴人又要开始进攻了。这时候疏勒城中只有26人，这26个人又站在了城头，准备迎接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时候范羌急忙在城外大喊：“我范羌也！汉遣军迎校尉耳！”城门此时大开，2支部队的人相拥而泣。随后耿恭与范羌率领着各自手下的部队，且战且退，离开了疏勒城。在期间又冲破了无数次的匈奴人的围追堵截。等他们进入了玉门关的时候，随耿恭一起驻守疏勒城的官兵只剩下了13人。这就是我们在节目的开始的那幅油画作品中看到的那13个人，衣履穿绝，形容枯槁，但他们代表的是当时大汉的精神、不屈的斗志、强大的自信和曾经在这个民族血液中的勇武和决绝。他们无疑是大汉朝的功臣，但比功勋更持久的是节烈，比节烈更持久的是记载这些节烈的文字。这也正是汉文明的精髓所在。在画面上我们看到，最后回到故土的只有这13名将士。但如果我们用心观看，透过画布，我们可以看到，在这13个将士周围，在他们的身前、身后、身侧，还有着那数百名不屈的大汉英魂。他们也和这13个人一起回来了，回到了这个他们为之牺牲和捍卫的土地。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Frank 家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